们今天继续学习摄影艺术创作的有关的知识。今天我们给大家讲一讲拍摄角度当中拍摄方向的正面角度。分析拍摄角度呢，我们可以从3个大的方面来进行。第一个方面是拍摄方向，第二个方面是拍摄高度，第3个方面是拍摄距离。我们今天呢，先给大家讲一讲拍摄方向。根据拍摄方向的变化，我们可以分出正面角度、侧面角度、斜侧面角度，还有背面角度这样4种基本的角度。今天我们主要来讲正面角度。所谓正面角度，一般是指照相机或摄影机在被摄景物的正对面来进行拍摄。这个角度呢，是我们在日常拍摄当中用的比较多的这样一个角度。那么正面角度的第一个作用正面角度它往往是展现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最主要的角度。这句话也可以反过来说，绝大多数事物最能体现它本质特征的那一面是它的正面。那么正面角度的第二个特点，我们经常从正面角度来拍人。正面角度拍人的时候呢，它是重在表现人的表情、人的神态人体的正面的对称的结构，还有人的这种正面的肢体的动作。在人像摄影当中，人们会经常从正面来进行拍摄。我们来看一幅这样的画面。大家看这个画面呢，是著名的人像摄影大师哈尔斯曼拍摄的科学家爱因斯坦的画面。在这张画面当中从正面角度来拍摄，我们会感觉和爱因斯坦四目相对，正面相向它很好的体现了老人的这个外在的特征。在这个画面当中，我们可以看到满头白发的爱因斯坦双眼当中还有一定的闪烁的泪光那么很多人认为这张画面很好的反映了爱因斯坦晚年那种悲天悯人的情怀他深深的为他的相对论的公式，为后来的科学家提供了制造核武器的这样的理论的基础感到很伤感。这是一张这样的画面。那么正面角度拍人的时候呢，还有一些时候它可以有效的反映人的正面的这种身体的动作我们来看这幅画面是著名的中国的年轻的这样的摄影师陈漫拍摄的范冰冰的这样的一张图片。在这张图片当中，我们看正面角度来拍摄，然后范冰冰的整个身体的这种动作动态被表现的这个很充分我们可以看到她的上肢动作和下肢的动作呢都被展现得很充分那么当然有些网友可能更多的感觉到的是范冰冰当年还是很瘦的这是正面角度，我们可以看到它是表现人的表情人的肢体的动作比较充分的。正面角度有利于表现那种安静、稳定、严肃、庄重的主题或者我们讲正面角度往往给人的感觉是静态有余而动感不足。现在我们看到这个画面呢，是香港回归72小时政权交接仪式最关键的这样一个场景中英双方的政府的代表在就香港回归举行政权交接仪式的这样一个画面。那么从正面角度来拍摄这个画面，就很好的表现了这种严肃庄重这样的一种感觉。而且这个画面我们可以看到双方的代表其实是一个对等的在画面当中其实是一个对等的这样的一种位置的效果。正面角度容易给观众带来一种画内画外的直接的交流感那么镜头呢就仿佛是观众的眼睛镜头从被摄对象的正面来拍，观众在看画面的时候呢，他也会和被摄对象呢四目相对，正面相对，从而呢可以给他带来一种比较强烈的画内画外的直接的交流感。我们现在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是拍摄的美国911幸存者的一个图片展这样一个摄影展，就是我们现在看到的这画面当中，这个一双眼睛在盯着我们镜头的，盯着我们看的这个其实是一张大的摄影图片911
事件当中的一个幸存者的这样的摄影图片。那么在他的脸的前方，画面当中，在他的鼻子这个位置上，是一个人的头部的阴影。那么这个是一个在这个摄影展现场看摄影展的这样一个观众的这样一个头的影子啊。那么在画面当中的这个黑人和这个观众在四目相对啊。我们在看画面的时候呢，其实他也在和我们四目相对啊。我想这双画面最能够吸引大家注意力的就是这双眼睛啊，双眼当中我们可以看有非常复杂的这种情感啊，有痛苦啊，有矛盾，有迷惑，有愤怒啊，然后等等，这双眼睛似乎在向我们发问。那么正面角度还有一个特点啊，正面角度它可以并列展示同等评价多个事物啊，从多个事物的正面来拍摄，它往往给人的感觉是啊，并列展示同等评价的这样一种意味。我们来看这个画面，这个画面呢，拍摄的是印度的一群小孩啊，大家可以看到他们面前放着一个纸糊的这样的一个纺车啊，然后他们自己戴上这样的小帽，披上这样的衣服，把自己打扮成印度的圣雄甘地的这样的形象啊，戴上那个大眼镜啊。那么这张画面是在干什么呢？是在庆祝圣雄甘地诞辰144周年啊。那么这是印度人民纪念和庆祝这样的圣雄甘地的诞辰的这样一种方法啊，来用一群小孩然后来装扮成圣雄甘地的这样的样子。那么这个画面当中，我们看就是多个事物正面拍摄，它给人带来的是并列展示、同等评价的这样的效果。好，我们来总结一下，今天呢，我们主要给大家讲的是拍摄方向里边的正面角度正面角度它的几个特点。第一点，它是表现事物的本质特征的最主要的这样的角度。第二一点，正面角度拍人，它重在表现人的表情神态人的身体的对称以及人的正面的身体的动作。那么正面角度拍的画面，静态有余而动感不足有利于表现安静、稳定、严肃、庄重的主题。那么正面角度还能够给观众带来画内画外的直接的交流感。最后一点，正面角度拍摄多个事物，它有一种并列展示、同等评价的意味。好了，今天的课程就到这里。